近几年，中国各个大厂制作的二次元游戏层出不穷，画风个个都无比精良，建模无比细致，让人直呼老婆老公。而去年有一款俄罗斯游戏推出 demo， 凭借它完全不输大厂的画面，吸引了众多喜欢收集老婆的玩家。它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米塔 MiSide。首先 ，MiSide 的画风治愈，单看标题你也知道这是一款恐怖游戏。在网上搜索 MiSide 出来的结果总是二次元老婆要留下你，并交女友之类的话题。然而这款游戏的内容远远不只有并交这么简单。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杨卷，我将尽量在不剧透的情况下，告诉你 MiSide 的优点，告诉你就算你不是二次元或者恐怖游戏爱好者，也可以试试看的理由。首先你要知道，制作出如此有宅味的画面，用着如此日式画风的游戏，居然是由俄罗斯的两位毛子开发的。不过确实，在游戏的制作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一些日式的影子。和一般的二次元游戏相比，本作采用的第一人称视角。这种视角的优点在于，你可以更好地带入主角，沉浸式的与你的老婆贴贴。同时，作为一款恐怖游戏，第一人称的代入感也能比第三人称更加让人恐惧。游戏的剧情讲述了死宅程序员的你从好兄弟那里下载了一款养成游戏，而游戏中的女主角米塔因为太想见你，就把你吸进游戏。然后在相处中，你发现不对劲，想要离开，于是他就要阻止你逃跑。游戏的剧情就是这么简单吗？事实上，这款游戏有比你想象的要更复杂的世界观，以及相对完善和严谨的设定。不止如此，在游戏中想办法逃离这个世界的路上，除了病娇般阻止你的疯狂米塔，还有各种性格、各种样貌的米塔。这他妈是你哪个帽子？每个米塔都有自己的故事，而正因为你是玩家，所以他们都是围着你转的老婆或者老公。某种意义上，这其实算是一个二次元赛博公路片。这游戏的剧情甚至还包含对当代年轻人生活状态的探讨，对真实与虚假的探讨等等。你也可以在游戏中捡到卡带，这些卡带中包含着游戏背景角色的故事，让世界观更加充实。主线也是惊心动魄，每一步都在恐怖和无法预料之中。我刚刚一直在强调游戏的两大卖点，一个是老婆，一个是恐怖。换句话说，是游戏的演出。我这里说的演出包含场景、互动、音乐、音效、NPC、过场动画以及角色的配音等等。我要先说，我玩的时候选的是俄语配音，也就是游戏的原版配音。俄语和日语配音的最大差别在于日语的男主没有配音，而俄语有，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版本进行游玩。对我来说，使用俄语配音，男主和米塔你一句我一句的时候，气氛确实是拉满了。Если получится, я все расскажу. Найди ключ около дивана. Вопросы позже. 而在日语版中，所有米塔的配音都是由新人声优花言香奈担任的，也就是担任学园偶像大师中葛城莉莉亚的那一位。桂莉莉亚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在MiSide，你可以听到花言香奈的多种不同声线对，除此之外，他也参与过麦购的配音果然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邦邦。配音和场景融入得非常完美，当在精心布置的场景、优良的音效、音乐伴随着配音响起时，就能完美调动你的情绪，营造出合适的氛围。当然，这里的氛围也包括恐怖的氛围。一般的二次元恐怖，大家眼里的或许只有病娇拿着刀，在场景里与你捉迷藏、跑跑抓，但是在MiSide中，这反而是只出现了一次的，还被米塔吐槽过老掉牙的玩法。游戏里真正恐怖的是像寂静岭 PT 那样。黑暗的走廊、逼仄的空间中的不断循环，在黑暗中出现的怪物、戛然而止的音乐，还有祈求着你的小女孩，亦或是在淤陷空间中发出咯吱声、形态诡异的木偶，只要不看向他们就会跑向你，并将你置于死地。天知道我在为了做这期视频录素材时受到了怎样的二次伤害。诸如此类的恐怖演出和场景布置、音效播放、音乐切换、角色语音，每一处都缺一不可。非恐怖的演出也可以营造出很帅、很酷炫的感觉。除此之外，游戏的细节上也有很多有趣的小东西，以及像是游戏中 console、index 这样的用词，还有在男主电脑上出现的 C12 写代码场景虽然说2天才写完一个 using 有点不太现实，都是足以让大部分有过相关经验的人感到有趣的部分。甚至在主菜单都有不少可爱的小细节。还有在游戏中有一个作为一直关注游戏的玩家一定会熟悉的地方，我不说太具体，总之就是 praying for you, a great Mida。然后在这里我要提到游戏的另外一个卖点，老婆。我感觉有一些明明不是老婆的，你怎么给他推到老婆里？
这虽然是个恐怖游戏，但不会每时每刻都让你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它会在你经历了无数可怕、阴森的场景后，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并且可以与美少女独处贴贴。如我之前所说，每一个米塔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有独特的造型、独特的声线。他们里面这个都是人才，手法又好听。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吃东西、玩游戏、玩跳舞毯、看电视、玩电视。互动的数量和细节可以说完全不输某些年度最佳游戏，让你感到这些米塔是活生生的角色。在这样恐怖老婆这个不算吧的节奏下，玩家会一环接一环，完全停不下来呀。而且在恐怖后获得的小小温暖，可以让你更喜欢这些老婆。放心，游戏的剧情绝对没有刀哦。在剧情推进中，你不会一直重复走路，而是会在恰当的时期丢出小游戏和并不困难的解谜互动，让你在游戏过程中不会显得枯燥乏味。在路上还会遇到街机，你甚至可以玩赛车和 FPS 游戏啊！这下真是女人只会影响我拔枪的速度了。总体而言，游戏的剧情不掉线，恐怖很完美，妹子很养眼，连男主都长得眉清目秀的情况下，算是给我这种从发行商还没出现就开始跟随进度，甚至担任早期 demo 中文的玩家交上了一副满意的答卷。目前游戏正在 Steam 好评售卖中，首发特惠减10%，国区价格46.8，12月25日截止。没玩过恐怖游戏的二次元和不在乎二次元的恐怖游戏爱好者都值得一试。感谢辛勤开发的2位开发者，感谢一直以来支持密赛的所有人，感谢独立方舟的众人。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个3连加关注，让我们和米塔永远在一起。